好，那在座各位科技部同仁哈，那我们是今天第一个报告的团队哈，那我们的题目是 Drug Discovery from a Tank， 主要是由国家卫生研究院跟海洋生物博物馆的谢金邦博士的团队。啊，那我是今天的报告人宋敏君。那我们今天这个报告会有2个部分，前面第一个部分是我，第二个部分我们会请国卫院的周伦周博士做报告。OK， 那我们刚刚在开玩笑，我们没有中文名字，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那个 tank 后来要怎么翻成坦克跟水浆，其实听起来都怪怪的这样的。OK， 所以我们还是用的英文这样的。OK， 好，我们这边主要我们这个 team 有4位同仁呢，谢金邦博士、周伦博士。张博士哈，然后跟我哈，那主要是因为 tank， 那我们是因为现在主要是我们从水箱型的养殖型的药源性海洋生物拿到一些非常特定的 nature 的 compound， 那这些 compound 它有非常好的生物活性，未来我们相信它们有很多治疗疾病上的功用啊，跟 tank 的概念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哈，这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从这些有趣的海洋生物里面找到这些 chemical 以后，我们不太可能把野外当作我们的场域。那个养殖场域，所以后来我们有很大的一部分其实是用养殖型的方式去获得。那我们希望将来的话，也是在国卫院那边协助，也可以用基因工程的方式去获得这些特定的 chemical compound。OK， 好，那海洋天然药物其实非常特别，从2004年第一个海洋天然药物上市以外，这个 Omega Chronotoxin 到目前为止大概有7到8个化合物，它 original 来源其实是海洋生物。那大部分是 anti-cancer， 但 wound healing 或者伤口收口的方面其实都有哦，其实还蛮特别的。那当然最有名的是在1959年其实就第一个药物出来，但是在后续的研究开发过程里面，其实相对的其实比较辛苦。但是从珊瑚里面来的话，特聘类、萜类的化合物是我们这次target 的重点哈。OK。那台湾的珊瑚其实非常特殊，就是我们拿到的化合物只有它跟对不起，这一个总共只有这2种化合物，所以它在化合物的选择性跟专一性上面其实非常的强。那有它特定的好处在。一旦我们今天能够把中间这个 signal 的部分，如果把它做一定层次的处理以后，我们发现未来我们在获得这个化合物的方面上，其实我们相信会非常的成功。OK， 好。本草纲目里面在记珊瑚的时候其实是有的，但是李时珍那个时候其实是犯了一些错误哈。OK， 各位看一下倒数第3行，珊瑚生于海或生于山。当时李时珍会觉得珊瑚是长在山上的，因为在200年前的在做分类学上的时候，他们完全是用 morphology， 只是今天李时珍可能在他家后面看到这棵树啊，因为长得跟珊瑚很像啊，就说在山上也有珊瑚，就这样。OK， 好。这边顺便教一下海洋学，珊瑚生南海，所以李时珍当时在明朝那个年代，郑和下西洋还真的去过。珊瑚生南海，又从波斯国及狮子国来，所以真的去过东非，因为那时候狮子只在东非出现，所以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们在讲海洋天然药物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把海洋学跟珊瑚合并，其实放在一起，其实非常的有趣。OK， 好，当时在讲珊瑚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气味甘平无毒了，而且非常特殊的还有消数学跟维莫吹鼻子、鼻钮、明目振心、紫金坚，所以在很多情况上，我们不一定会去做它的 cytotoxicity， 我们会开始去做它其他的，比如说像 wound healing 或者在神经保护上面其他的作用，其实非常的特别。OK， 好。接下来我们再指一个前人的错误，李时珍当时的珊瑚的照片长这样，根本就是珊瑚白化以后骨骼的照片。它这个是放在《本草纲目》上面的照片，我原版把它 scan 下来的。当时他其实犯的错误其实还不小，这样子 OK。所以我们常常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出去讲海洋天然药物的时候，其实要特别提到这一点的部分。好，这是珊瑚白化以后的骨骼，但是这个时候珊瑚其实还并没有死亡，它只是一个告诉你健康状况的 stress 一个压力。那共生藻其实还是会有机会再进去的 OK。好，那我们今天从这珊瑚里面找到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特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结构很复杂没有问题，但是它只有单一骨架，骨架上又非常的单纯，但是在这骨架里面结构非常的复杂。那这是下面橘色的部分是一颗海胆，它比较特殊哦，因为它海胆会背着这个珊瑚到处乱跑，在我们在养殖水缸的时候然后会乱跑，然后会把这片珊瑚到处乱丢。那我们会非常感谢这个海胆，为什么？因为它把珊瑚乱丢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条件。抱歉，我那张 slide 今天没有秀上来。他曾经把我们这片珊瑚丢在一个排水器上面，那过了2个月以后，他把整个排水器包起来。好，我们更好玩的，我们后来连珊瑚一起交货的时候，就连排水器一起交货，同时说服农委会告诉他说，这个珊瑚是我自己养的，不是在垦丁偷挖的。
这样就好了。因为我们曾经被 challenge 说这个珊瑚你到底是自己养的还是野外的嘛？因为在野外的你不可能当做未来的材料来源。我有一个排水器在啊，保证人工养殖。用这个方式，用一个外因性的方式去证明这个问题，其实就好了。千万不要去动到遗传层次，因为动到遗传层次的时候，它什么时候给你造反，你还真的不知道。这样子 ，OK。好，所以我们很感谢这个海胆，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把它干掉，这样子 ，OK。好，这是一个 major compound， 就是我们这次 study 的 target 的 compound， 结构非常复杂，在化学上这个东西要合成，我不能说不可能啦，但是你合成完的话，大概至少可以出2篇 JS 这样子吧 ，OK。因为 Carry Center 有11个，在合成的概念上其实非常的困难，但是当时因为它完全没有 cytotoxicity。就完全没有 cytotoxicity，OK， 但是它每公斤的珊瑚的量非常的大，1公斤可以到10 gram， 以 natural product 来讲几乎是天量了这样子 ，OK， 好，但是我们也不太可能完全靠珊瑚去供应，所以后来会请，后来在国内那边的话，我们会利用 bio 的方式去试着去大量生产这个化合物 ，OK， 好，可以看看这是它当时我们在 NNR 上面的特征，这个对 NNR 来讲，对化学来讲是一个非常冲突的画面，好，因为这一张完全没有办法解析能力，但它结构非常的特殊。这张图我们要降到零下-70度的时候，它整张图的解析度才会变好。常温下是完全没有办法解析的，所以当时非常特别。我们还没有找到测定温度条件的时候，因为它会 crystal， 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解这个化合物其实是用 X-ray 的方式去把它解完的，非常特殊。我们已经知道结构了，但是完全没有它在 chemical 方面的 signal。OK， 好。所以我们后来开始做它的 cytotoxicity 以后，发现它没有效以后，OK， 我们就试着去做它其他有可能的生物活性的部分哦。好，看看，但是一开始我们曾经有试着用一点点在皮肤用药的部分的时候，我们甚至加过它的 fraction 跟它的 pure compound， 就刚刚那个化合物里面，发现它在抗发炎、止痛、伤口修复、皮肤炎，甚至是类风湿性关节，重点在这里，低细胞毒性。所以我们可以做其他部分的研究的原因，其实在这里。然后人体测试的话，这段你还是后置帮我剪掉好了。我们曾经把它抹一抹，让太太去试一下，这样子 OK。因为在皮肤的保养上，其实有它非常特别的效果，这样子 OK， 还是要说明一下。好，这就是我们吊挂式的仿生态的水缸养殖，吊挂式的。在海参馆的话，我们后面有120吨缸的，所以我们可以用仿生的方式去处理，它可以避免掉野外所有你会碰到的那个极端气候的因素 OK。好，那我们最常被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家常常问你们养殖型跟野外型会不会有 chemical 上面的差异 ？OK， 好，但是因为我们是直接pump海水进来，那原则上我们的整个水缸的设计 design 其实是跟野外型是一模一样，有点人家在讲你那个中药会甜甜的雄厚的那种概念跟想法，我们只是让这些珊瑚避掉他们可能碰到的极端环境的压力而已，就这样 OK。好，那这个我们是做它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珊瑚哈，可以看这边有几个很好玩的 OK。好，圈的这个当然是对照组没有问题，这三角形的这个是反而浓度低的时候会反应会比较好，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曾经这个计划曾经在国药计划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药学的背景上碰到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觉得把药的浓度加高的时候其实是 OK 的 ，No， 就发现这个东西居然因为它是脂溶性的问题，你的浓度相对低的时候反而比较 OK， 浓度相对高的时候你反而会不溶于血液里面，会重新在这些老鼠的关节里面堆积出来，所以倒过来了 ，OK， 这对我们来讲当然是好事。就是因为我要相对的要求的量其实会往下降的 ，OK， 主要是水溶性的问题。那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后来请国卫那边试着去做这个化合物很多 analog 的部分，看看可不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OK。好，反而是每公斤5毫克之后，它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会比较好，浓度高的时候反而不行。重新这些化合物反而会这时候会变成毒药，反而堆积到你的关节里面 ，OK。好。那这一张是我们另外在做的，主要对化学性的皮肤炎的部分，把一些老鼠就整个把毛刮掉以后，让它用人工的方式引起化学反应以后，加上这个化合物 ，OK， 好，非常特殊 ，OK。好，这是野生型跟养殖型中间的差异。之前从野生型的开始做，然后做养殖型，这是刚刚讲的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跟那个水肿的部分。那这里我们直接是做皮肤的切开以后做伤口愈合，珊瑚的萃取物在抑制发炎反应的部分，那也获得了台湾这边的专利，还有美国那边的专利的部分 ，OK。好，各位看一下，这是我们珊瑚的养殖，从 A 到 T 大概花8个月的时间，但是总面积大概300%。
但是比较特殊，如果你是今天做天然物的情况下的时候，未来要做萃取的情况下的时候，可能它的 total 大概重量只多50%，但是我刚刚讲了300%指的是面积。你如果是展示用的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今天在收取量的部分的话，大概50%。OK。好，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BB2 跟 BB3，这是纯化物，反而它的 fraction 会比纯化物甚至要来得好一点点。但是这个部分有效，但是这两个边在统计学上其实是没有差异的。OK。好，可以看下这张。我们在做珊瑚的裁切的时候，这是一个动物组织哦，你把珊瑚剪下来，技术可以好到你看到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部分，新生的珊瑚虫长出来的，而且是健康的，因为它触手伸出来是要摄食的一个概念 filter。OK， 好，这一个一个就代表一个珊瑚个体，共生藻进去了，这是我们一般常在提到的珊瑚白化的现象。健康的状况下，共生藻进去，然后 stress 来的时候，共生藻会离开。OK， 非常特别。好。那这是我们4位，上面是谢青邦谢博士、周伦周博士、张明之啊，这是我 OK。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交给周博士 OK。各位好哈，事实上先介绍我自己，我是国务院生药所的周伦。然后呢，刚才提到《本草纲目》，事实上整个计划的开始也要很谢谢宋博士有准备了这个水缸给我们做实验，因为 for us 就对我们来讲，平常在实验室的不可能到野外去采这些珊瑚，就算你知道这些珊瑚可能可以做什么，可是你可能没有办法获得，或者是很好很 systematically 的，像刚才宋博士讲，从野外到养殖可以放在比如说缸里面，然后可以让它很稳定的存在之后生存下来之后呢，还要释放相对的化学分子，所以我现在是用以宋博当一个 base， 他刚刚讲的就是顶着这整个缸，可是各位其实可以看到，这缸通常我们去水族馆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多彩多姿。然后我现在下面要讲的是说，我们在接这个计划的时候，到底我们从我的 perspective，because 我事实上在这个人才培育的时候是希望谢博来培育我在化学方面的知识，然后张明之呢，就是张博士，他是以 biological 的方式，所以呢，我们有不同的，比如说在生物，在 biology 跟一个生态，然后一个化学药物合成的不同的 perspective 去看这个缸 ，OK， 所以第一。macro 就是比较大环境的 macro 的话，刚才宋博已经谈了，整个 macro 它要确定这整个缸的稳定度，它不会白化，或者是甚至这个珊瑚是稳定的生存者。然后我等一下会讲一下 chemically 我们怎么看，然后 biologically 怎么看，比较有点像做 micro level， 因为大家看到的可能是鱼啊这些珊瑚游来游去，可能对我来讲它是很多的 chemical 在游来游去 ，OK， 然后。从张博士的话，他可能是从，比如说这些上面珊瑚上面也有很多共生的菌 bacteria， 那这些产出来的 compound 到底是共生到底是珊瑚产的还是那些 bacteria 产的 ？OK， 所以我们大家希望就有这个计划，然后非常用 scientific 方式来回答 ，OK， 那先看一下哈，因为从我的角度的话，这个。在一个生态里面，很多就是 forms of communication， 在这个 particular tank，OK， 那 communication 这是一个 kindness 的表述，所以对我来讲，你要 communicate 的话，这个缸里面的 language， 它的 language 是什么？它的语言用的，在 communicate 的语言是什么？他们可能不用语言，就用手在抓那个狮子 ，OK。然后另外就是，那到底什么东西 comprise 或 constitute 这个 language？ 就是你在对谈的时候，他是讲中文还是讲英文？它是什么样的 chemical class 让他有这个语言可以共同？然后刚才宋博士也提到，是不是 for survival 我们要抵御外敌？所以他们其中的一个 language 是用来 for survival， 是用来抗争或者看是 survival for the fittest 呢，还是说？只是要为了得到一个 competitive advantage， 因为大家讲说抗争吼，你也可以像就是一个竞争的话，事实上山羊之间的竞争
是谁比较持久，所以这个 language 到底怎么样 survive 下来？为什么我们现在人类，比如说我们去开采，或者是先找到这个 compound 这么多，比如说一公斤里面10克有这么多的 compound， 它为什么在自然界选择了这个 compound？ 好，就算选择了 compound，maybe for them 是一个 competitive， 一个比较抗衡的，或者是真的是你要 out compete somebody。OK， 所以那当然，为什么他们要用这个？Sometimes it's really hard to understand。但是 for us, we humans， 如果刚刚宋博士也提到了 disease treatment， 我们通常是拿这些天然物来做治疗。OK，for us， 如果这些是 really good for disease treatment 的话，那我们怎么样 learn？ 就是我们怎样从珊瑚学习，或者是从它共生菌学习，怎么样去产这么多的 chemicals？怎么样运用他们的语言，然后 for us for benefit， 因为通常之前第一章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抗癌用药啊，或者是这些天然物就是海洋生物的天然物用药，都是来 for us to treat disease。然后所以接下来我会用接下来就是 jump into more 所谓的 molecular level， 就是要讲这些 chemicals， 就是这个 chemicals 它到底怎么来 ，OK。事实上terpenoids 就是刚才讲的，应该是萜类 ，OK。terpenoids 事实上 comprise of the largest class of natural products。事实上for example， 从很小的这些 unit， 它经过了几个 enzyme， 比如说这边各位可以看到的 FPPS、GGPPS、GFPPS，OK， 这些呢都是一个 enzyme， 就是一个酵素。OK， 然后你把它丢，各位可以想说，你把它想成一个很小的乐高的一个 piece， 然后它5个 unit， 它这边比如说 C10 就是有10个碳链，30个碳链，15个碳链，20个碳链，40个碳链，所以这很多不同的这些enzyme 可以 control 这个碳链的怎么组成，跟这个碳链怎么合环，怎么合起来变成一个现在被大家所用的分子。OK， 那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15个碳链，借由这个 FPPS 5个碳链5个碳链加起来，加到15个碳链之后，它合环，这 artemisinin 就是2015年那个诺贝尔奖得主，就是这个是青蒿素 ，OK， 就是治疗疟疾的compound。那如果你再把这15的话，这15的环再加5个碳，变成 C20 的话，这 Taxol 就是现在大家用的癌症用药。OK， 所以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f you can think， 你把它想成是一个乐高的在排序 ，OK， 然后呢，每个 unit 你加上去之后呢，它有不同的 cyclization， 就是有不同的 enzyme， 它又负责它去做不同样的合环，那就会有产生各式各样的天然物。然后这天然物当然这一个的话就是番茄上面这个颜色 ，OK， C40。然后有 Taxol、artemisinin， 那这个 C10的合环，这就是柠檬的那个味道，各位闻到那个柠檬味 ，OK，so 大概有 60% of the known natural product are terpenoids。所以现在要问的是说，如果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萜类的话，然后它是从一个 C20的这个碳合环的话，那是什么东西？因为 C20嘛，什么东西让它合环合成这样子的环？而不是这样的环 ，OK， 所以这个是这整个计划我们想要去了解的。所以张博士，而且在我必须讲，从药物开发的角度来讲的话，在天然物的药物开发有3个大问题。第一个是 discover， 你要怎么样 discover 一个新的天然药物？那当然从萃取，就是我们刚才从宋博士那边萃取，可是萃取到的时候。因为萃取的方式 sometimes you miss， 你可能会 miss 掉一些 fraction。但是如果刚刚宋博士的方式是用 bioactivity guided 的方式，就是哪一个 fraction 有 bioactivity， 我先收起来先看的方式。那如果我们要比较大方向的去看的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 discover。那 discover 完之后，我怎么样去 develop 一个工具箱，让它在这个就是在这个compound 的附近。做 diversification， 因为刚才宋博士有提到，为什么土比较多的时候，它反而会precipitate out，
然后让它蜂窝性关节炎更不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去 diversify， 怎么样去做，让它可能脂溶性少一点，水溶性好一点，那使用就是在生物体的使用率更高。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就算有这么好的东西，当有人要寄转出去，要去开公司的时候，你怎么样告诉人家说成本够低 ？OK， 然后就是 production 的问题。所以这个整个计划在5年。的时候是希望可以同时 address 这些。那我们已经开始，张博士已经开始 address 第一个，因为他之前有一个技术哈，叫做CRISPR-Cas9，就是它是可以在第一，现在我们先去找说，在这些珊瑚上面是不是到底是珊瑚产的，还是它的共生菌产的，还是共生菌因为依赖在这些珊瑚上，所以产出这些compound。OK，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正在问的问题，所以他用一个 bioinformatics 跟 metagenomics 的方式去找，然后找到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纯化这些 fraction， 然后找到一些基因的序码的时候，必须要知道这个基因的序码到底是从珊瑚来的，还是从菌来的。如果是从菌来的话，我们已经有一个技术可以用 CRISPR 方式去 knocking 一个 promoter， 所以可以让那个gene cluster 多产。就是产这些这个骨架 ，OK，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我们用 sequence-based 的 mining genomes 跟 metagenomics 去找的话，我们找到了这一系列的，我们就可以用 CRISPR 方式，就用 genome editing 的方式去活化它 ，OK。那活化它的第一个是说，事实上我们刚才讲到是这样的骨架 ，OK， 就是这一类的，各位先不用看这个 OAC、OAC、OH 这些，光骨架就是还是回到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或者是哪一种的 enzyme 会让这个 C20 再 fresh 一下这一个合环成这一个，但是 C20 同样类的这些都是 C20个碳，所以每一个20个碳合出来的，它可能都有不一样的生物活性，所以我们必须去找说是到底是哪一个 specifically 合了这个的骨架 ，OK。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做 bioinformatics 和 metagenomics 的方式，然后找到那个 gene cluster 的话，我们就可以 knock in promoter 去看看会不会产生不同的骨架。下一个问题就是就算产生骨架后 ，right， 我们要怎么样去修饰这骨架？如果张博士可以 take care of 这个骨架的问题的话，那旁边的这些 OAC、OR、OH， 如果我要把它变成不一样颜色，各位可以想哦，这个就是不一样，我们叫所谓的 functional group， 它可能是有些脂溶性，有些水溶性，有些可以跟它的 target 比较好的螯合的时候，这是一些 functional group， 所以这些 functional group 就是被这个骨架所 project 出来的，就是跟这个 不管是 environment 或者是 target 可以 interact 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改变这些 group？所以那时候想说，如果我们找到一个 enzyme， 它可以合成的骨架的话，为什么我们就不就是在积木本身这边开始增加一些不同的官能基？所以当它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 decorate， 就好像一个圣诞树，你已经装好树之后，你开始挂不同的 ornaments， 就是不同的灯啊、点灯啊，一大堆这样子，怎么点缀？然后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些合成的方式。OK， 所以我们实验室也正在已经合成完，然后我们已经送了1-2批给张博士去做，这个能不能就是 C20， 就算你 decorate 之后，它能不能合起来？因为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骨架，从 enzyme 的角度来讲，就好像你去开一扇门，你的钥匙跟那个钥匙孔必须符合。如果你的骨架改太多的话，它可能那个钥匙孔也进不去，所以它就不能合环。所以 that's also a probability。然后之后呢，这个是从一个 C20 原本的合环的骨架来讲，那我们相对的合成的方式呢，也可以把它先合成一个长得比较像 C-brand 的已经合环起来的，然后再看有没有其他的 enzyme 是在上面放不同的不同的 functional group，OK， 所以这个的工程比较大一点，因为这个工程 involve 更多的合成，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做的就是在做这一个碳链的修饰，然后让张博士去找到底哪一些东西是负责合环，哪些东西是负责把乐高的这个拼得更长 ，OK。
那比较 ambitious 的，在这个计划之前，5年计划的话，我们还是有 propose 一个用我们的方式去做全合成。OK， 全合成通常耗时、耗工、耗脑、耗人力。台湾要找到学生来做全合成，实在是现在比较难了。所以 ，but nonetheless we proposed the way， 然后但是全合成画得出来不一定做得出来，所以说这个是本来是在第2年、第3年会开始做 ，but nonetheless we got a lot of things to do to start with， so 好，然后到后来就是这个 production， 刚才是讲在那个环附近的scaffold 的 diversification， 另外就是 microbial production。因为从这个计划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是哪一个 enzyme 或哪一个 piece 可以合出那个环的话，那从合成角度我可以大量去合成那个 piece。然后 enzyme 因为它是一个酵素，所以 Minzy 他们可以用张博士他们就可以用genome editing 的方式，或者是production strain 的方式，去大量生产这个 enzyme， 然后好像一个 bioreactor， 就像酿啤酒一样，然后把我们的这所谓生产的这些 chemical 的 synthesis 的 feedstock 丢进去 ，so supposedly 应该可以达到 mass production 的 ，but there are a lot of know how 跟一些trick involved，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比较放在可能第3年、第4年。因为毕竟要找到一个真的有效的 compound 之后，我们才会去做 mass production。但是这是整个我们 envision 的 plan。所以剩几分钟，很快的哈。那刚才看到是谢博士、我、张博士还有宋博士。那借由这个新进入平台，我们也去找了赵慧敏博士。赵慧敏博士事实上是在这种 biocatalyst， 跟这个刚才所谓的这个 production。很有名的一个教授，他在伊利诺，美国伊利诺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然后也找到了 Sean 呢，他是在 A-Star， 然后他是一个bioinformatics， 所以在做 metagenomics 的时候，就是在找珊瑚上面这些共生菌，可能是共生菌来的这些 DNA 啊或这些 strain 的时候，他有一个 bioinformatic 的platform 可以帮助我们。然后各位看到现在，那当然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的技术一直在 evolve 哈。这个只是虽然有些是2018或者是甚至2017、13，可是这些就是因为这些 CRISPR 技术开始慢慢成熟之后，我们看能不能一直运用在不同的 species。OK， 所以我们也在一直 evolve 这些技术在做。那这就是最后一章。最后一章的话，一样就是从刚才看到的这些珊瑚，我们希望用一个 genome editing、synthetic biology、chemistry 跟 biocatalysis 的方式，能不能找到一个 novel bioactive compound， 然后找到 compound 的同时，是不是有新的这个 catalyst？ 然后这 catalyst 可以是珊瑚来的，或者是上面菌共生来的，还有然后最后是不是有一个 microbial cell factory？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实上蛮有趣的，是说整个计划的话，希望是透过这个关键酵素库的建立，因为这关键酵素库很有趣。刚才宋博可能也要让大家知道，这个 compound 在台湾海域这一类的柳珊瑚才有，所以在冲绳在其他的没有。So in a way why？ So 我们也想想为什么，所以。也是要去回答这个，所以大概目前我们的 update 就到现在，到这张 slide。